合不合适的我自有评断。给，吃个李子果。这是人家姑娘给你的，我吃了不好吧？哪有那么多事儿？我让你吃你就吃，拿着。于珊珊只好接过来咬了一口，酸酸甜甜的，是她喜欢的口味。桑占也吃着。你去干活吧，我回家给你们做饭去。也好，多做点好吃的啊。桑占这次没有挽留，待他一走，桑占便又回了田间。主子，他已经回去了，您先在阴凉处歇着，这活儿我来干就行了。不用。别叫，再叫看看我们谁丢人。男人淫笑了一声，将手拿开，低头便亲上了女子的小嘴儿，这让女子挣扎得更厉害。叫！老子让你叫，老子现在被强了你，到时候你不嫁也得嫁。冷笑地说着，便扯女子的裤子。当他刚脱到一半时，屁股上便被人踹了一脚。好啊，你个阿柱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奸淫良家女子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瞧！阿占哥，李姑娘，快整理好衣服，我送你回去。桑占背对着他，一副君子模样。李采儿赶紧穿好衣服，头发也略微梳理了一下。阿占哥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桑占没有回头，径自走出小树林。李采儿随后跟着，可他们刚出来，便见阿柱领着2个妇人跑了过来。刘嫂、赵婶儿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他桑占欺负了村长的女儿。狗杂碎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做了龌龊事，还想倒打一耙啊？我才没胡说呢，人家李姑娘本来一个走着，你忽然上前将她抱进了小树林。我要是打得过你，我早进去救人了。现在我带人来救人，不想还是晚了一步。阿占，你个狗崽子，村长的女儿你也敢染指，我看你是活到头了。阿占呐，你有那么漂亮的婆娘了，你还敢如此胡来？村长若是知道了，我看你的狗命能活到几时？刘嫂、赵婶儿，麻烦你们在骂人之前先将事情搞清楚。他阿柱是个什么人，有谁不知道？你们怎么能信他说的？不如你们先问问当事人。李姑娘，麻烦你将实情告诉他们，到底是谁欺负了你，又是谁救了你？李采儿别怕，有我们在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尽管说。李采儿，别哭，只要你说谁欺负了你，我们便拉他去见你爹。赵婶，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？还用我说什么？李采儿眼底发虚地低下了头，她此时只能将事情推到桑占身上。与其让一个猥琐的光棍毁了他的名节，她还不如将自己毁在桑占身上。以前她想嫁给他，因为他家穷不能如愿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家的生意方圆百里都家喻户晓，他家俨然已是有钱人家。只要他咬定他欺负了自己，让他对自己负责，他就是做小也愿意。李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占哥，你怎能对我这样？你让我日后如何见人？桑占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李姑娘都指认你了，你再否认也是枉然。赶紧跟我们见村长去。我没做过的事儿，为何要承认？李姑娘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我劝你实话实说，别让我以为救了一个狼心狗肺的人。阿占哥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既然你不愿意承认，我还能逼着你承认不成？算了，你没有欺负成了吧？你个臭小子，一个姑娘家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他还冤枉你不成？采儿，怎么回事？爹，女儿没脸见人了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村长，就是桑占这小子，将你家女儿抱进树林子里糟蹋了。李婆，不是我欺负了你女儿，是……阿占哥，我的名节现在被你毁了，你让我如何面对父亲与乡亲？爹，我一会儿要怎么办啊？兔崽子，你毁我女儿，我让你偿命！来人，将他抓到十字路口，我要活活的打死他！爹，你就是杀了他，我的清白也没了。想来阿占哥也是一时糊涂，
事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我只能让他对我负责了。桑占总算明白了这小姑娘的用心，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心机，他都小看她了。阿占，事已至此，你怎么说？既然李姑娘让我负责，我乐意之至。改天我让我娘选个黄道吉日，纳了她便是了。不行，我女儿的身份怎能给你做妾？你要抬她做平妻，而且家里的财权归她管。这些条件你要是不答应，你呀只能领罪等死了。桑占闻言，眼底幽光暗闪，接着轻笑了一声：好，你说的我都答应。李博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的便答应了。你不跟你婆娘商量一下？我婆娘一向贤惠，这事她只会支持我。李博，你尽管放心。既然你这么说，事情就这么办了。希望你尽快迎娶我女儿进门，我可不想让村里人看笑话。我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，回去我便让我娘准备。这是最好的。李博冷漠扫了一眼看热闹的百姓。今天只是他们2个年轻人的玩闹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对外胡说八道。若是让我知道谁在暗地里面嚼舌根，我定让他滚出东营村。我要纳妾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婆娘，你要有姐妹了。你做饭，她刷碗；你洗衣，她挑水。你高不高兴？哪家姑娘？你认识？村长女儿李彩儿。这么快？你们2个是不是早就郎情妾意上了？你猜？我猜是，不然你怎会忽然要娶她？那就是吧。正好，倒是谁也不敢小看你家是外来户。的确娶了她有好处。于莎莎她要当平妻，而且进门要掌管财权。你看啊，这还没进门就想着管家，她也太着急了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答应她就不进门。看你这意思是希望她管家了。她管不管家还是要看你。要是她管家，我挣的银子算不算还账？算。那就行了，你可以随时迎接新人进门了。难道我另娶，你就一点也不吃醋？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是，我吃的哪门子醋？在我看来，你们2个才是最般配的一对。没良心的女人，枉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不曾对我动半斗心。也罢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娶她的事宜就全交给你办了。早已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只是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么快。我哪懂这个，还是让你娘管吧。不懂可以请教我娘。总之，你要负责将她迎进门。你干嘛非要我管？我又没有成过亲，啥经验都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名义上的妻子。我想让村里的人都知道我的正妻是多么的贤惠淑良。明白了，你不就是想得个好名声吗？我如你所愿就是。有劳了。行了，假惺惺，睡觉。婆娘，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你再忍忍，过几天你真媳妇儿来了，随你折腾。可眼下我只想折腾你，姐，只玩一会儿。小混蛋！于珊珊翻身一把将他推开，然后下了炕。你去哪儿啊？跟你说没去。于珊珊冷着小脸出了房门。婆婆，珊珊，有事儿吗？桑占说要娶村长女儿为平妻。什么？阿占说的？他让我给他张罗着，我又不懂这些，所以就过来问问你。他怎么好端端的要娶平妻了？婆婆，其实他们2个早就郎情妾意了。也许以前咱家穷，村长看不上桑占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咱家日子好过了，他家自是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不能吧，我没见过李彩儿和阿占有什么来往啊。婆婆，别管他们有没有私情，眼下他们要成亲是真的。你给我出主意，接下来我要干什么？你先去请村里的媒婆上门提亲，等他们答应了，你再让卦师给他们合八字，接下来便是纳吉换帖。行，一会儿我就去。珊珊，你当真就没有喜欢过我儿子？他家主子可是人中龙凤，村里的姑娘每每见了他都含羞带色，要不是他们故意装穷，他家门槛肯定早被他破了。至少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。其实他人不错，
可我们的性格不合适啊。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。顺其自然就好，不急，我回去了。现在农忙季节，你是过了收麦再去提亲，还是现在？宜早不宜迟，我怕大家等不及了。桑占眸光微冷地瞟了他一眼。行吧，我现在就去找媒婆。平妻，就凭你们也配？灵姑这时走了进来。主子，听闻你要娶平妻。他相信我说的，难道你也相信吗？奴才自是不信的，只是不知你这是何意。区区一个小丫头也敢算计我，那她就要承受被算计的后果。到时候你们夫妻尽管听命就是了。桑占眼中的厌恶一览无遗。是。灵姑暗自为那个李采儿默哀了一下。你说村长女儿要嫁给你男人？是的，这不找您去他家跑一趟。我老早就看你大气，果不其然，你这人真的是贤惠。刚进门不只能挣钱，还心甘情愿的给自己男人娶平妻。那阿占呐，真是好福气。男人嘛，花心一点不算什么，只要他喜欢，我就随他。也是，天下男人都享受齐人之福。要不是有的男人穷娶不起，他们早就三妻四妾了。沈大娘说的太对了，不知这梅京多少银钱？于珊珊问道。事成了1两银子。行，现在天气炎热，你跑来跑去一定很辛苦，这些银钱你先拿去喝茶。哟，阿占家的，你可真好，你家的这亲事儿我定当全力。有劳了，那我先回了。于珊珊，你今天可是挣足了面子了，人人都夸你是贤良淑德的好妻子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男人在羡慕我呢。他们当然要羡慕你了，这村子有几个像你这么大就娶了2个婆娘的？我能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你，多谢了。不谢，一个够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再给你找一个。一个男人娶一个那叫什么本事啊？我的梦想是要娶她7个8个的。你也不怕累趴下，渣男。你是不是在骂我？没有，我在夸你呢。那你说说，这渣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很招女人喜欢。当真是这个意思啊？自然。那既然我是渣男，你就是渣女，因为你这样的女人也很招男人喜欢嘛。桑占咧着嘴的笑道。于珊珊没想到本来是骂他的话，竟然也把自己绕了进去。他想反驳回去，却又不能直言回击他，这让他心里一阵气闷。懒得理你呀。于珊珊瞪了他一眼，翻身背对着他。哎，这夸你怎么还生气了？难道渣女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桑占将他的身子扳过来，当他傻吗？仅凭那个渣字就不是什么好话，他自是听出他是在骂自己，反正这大晚上的也难以入眠，他逗弄一下这个女人也好打发这漫长的夜晚。于珊珊看着他脸上的坏笑，就知道他是故意的，明明懂得那句话的含义，却如此逗弄自己，这个小混蛋还真是个混蛋。怪不得村长女儿要扒着你，要嫁给你，你这坏坏的男人很受女孩子喜欢的。你这意思是说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？那你呢？可会喜欢坏坏的男人？桑占俯瞰地凝视着他。不喜欢，我喜欢成熟稳重的。于珊珊笑吟吟道。成熟稳重？你喜欢老男人啊？桑占嗤笑了一声。于珊珊斜睨了他一眼。是啊，不行吗？你这个女人，想法怎么就跟别人不同呢？不同就对了。睡觉了，明天还要去割麦子。于珊珊说完，翻身便闭上了眼睛，一副不想多说的模样。不想被我亲，你最好别动。于珊珊闻言，心里暗骂了一句小混蛋。
他要是不听他的，好像自己想让他亲似的。桑占见他不再挣扎，心下一阵好笑，这威胁果然有用。姐，其实你可以不听我的。你信不信？你再这么撩拨人，我把你踹下炕。我哪里撩拨你了？你本来就比我大，我唤你一声姐姐，不过分吧？桑占说的无辜。油嘴滑舌，懒得搭理你，睡觉。于珊珊说不过他，便闭了嘴。桑占又将他往怀里紧了紧，结实的身躯与他紧紧相贴。你不热吗？热啊。热还不放开我？不搂着你我更热，是从心里往外热那种，那种滋味很难受的，只有搂着你，那股热才能得以缓解。姐，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生病了？你的确是病了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去洗个冷水澡，保证你药到病除。于珊珊就差说他是欲火焚身了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多搂你一会儿吧。桑占掌下慢慢向他睡衣里钻去，于珊珊刚要阻止他，桑占在他耳边魅惑道：姐，我们再玩一次，你不是也喜欢这样玩吗？说着吻住他的脖颈，慢慢的抵舔着。于珊珊被他这一舔，不由轻音出声，本想推开他的手，改成搂住了他。这男女之间的亲热的确让人迷醉，她又不是古代的小姑娘，犯不着守什么节操。只要不过界，她不介意跟他玩一下暧昧。情欲本来人人都会有，适当疏解一下也不无不可。她的回应让男人的眼底波光流转，薄唇一路来到女人的樱唇，轻声吻住了她。姐，要不要继续玩下去？说着吻着她的耳垂，轻轻撕咬着。于珊珊睁开带着水意蒙蒙的眼眸，几经犹豫，最终还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。就玩到此吧。桑占身形顿了顿，好。说着翻身从他身上下来，躺在他身边微喘着粗气。待了片刻，他摸黑走了出去。不多时，于珊珊便听到院子里传来撩水声。于珊珊心情矛盾地勾了勾唇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喂，该起床了，饭做好了。桑占，该起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反正是天明了，快洗洗吃饭，我们还要去地里干活呢。桑占穿着衣服，看着他如妻子般的给他叠被，唇角不自觉地扬起弧度，然后便出去洗漱去了。于珊珊叠好被子，便想铺平他被褥下的炕单，可当他的手放上去时，忽觉炕单下有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一本书。小混蛋，小小年纪竟然看这种书，怪不得天天不老实啊！看了这东西能老实才怪。低骂了一声，便要将书再放回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桑占走了进来。当他看到女人手里的书本时，微怔了一下。姐，这书好看吗？语气暧昧，眉眼带着挑逗。小流氓，怪不得你晚上不睡觉，也难怪你懂男女情事。原来你是天天看了这些不入流的东西。我可要告诉你，总看这东西会很伤身体的。姐，你怎么知道这里面的东西会伤身体？难道你看过？没看过，可我懂养生之道，所以你以后少看这些东西。姐啊，这书也是在你进门后买来的，我可是一直想着跟你圆房呢。要是我不懂闺房之事，岂不是在你面前很丢人？我看你的圆房之夜还是留给村长女儿吧。吃饭。于珊珊淡笑了一下，便要走，桑占却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。姐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你看我像吗？姐，你难道没想过，你之所以愿意跟我玩，是你喜欢我吗？我当然知道我喜欢你呀，不喜欢你怎么会让你碰我？桑占闻言眸中一喜，可女人接下来的话让他想杀人。可我对你的喜欢无关男女之爱，我们只是身体各取所需而已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
于珊珊性感的红唇勾起一抹轻笑，推开他便走了出去。桑战看着他离开，眸光微冷。于珊珊，你已经成功引起我的兴趣了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我的胯下。你个傻婆娘，你急什么？干个活你那么拼干什么？我这人干不了慢活，急性子，没办法。你可以歇歇，等等我。等你？算了吧，有那时间我都割个来回了。我们争取半天将麦子割完。桑战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女人对待他家的真诚，这让他的眸光不由闪过复杂之色。累死了。你也知道累啊？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有谁像你似的干活不要命？给自己家干活，难道还有偷奸耍滑不成？你别忘了，你并非我家的一员，你可以不必这么卖命的。寄人篱下，懂不懂？我欠着情，欠着钱，你让我好意思吃闲饭？别看你是个女人啊，却很重情义。于珊珊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吃亏的。你以为人人都可以让我以诚相待吗？切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的人，我是不会理会他们的。于珊珊轻笑道。桑战眸光闪烁着一丝跃动的光芒，仿佛被他的一句话触动了心房。阿战家的在家吗？沈大娘来了，快进屋。阿战也在家呢。沈大娘，坐。沈大娘，你去村长家了吗？去了，他家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不过村长又提了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村长说你家就3间房，没有他女儿的住处，他让你家再盖几间房，宅基地他批给你们。这要是盖房时间怕来不及啊，阿战想尽早将人迎进门。沈大娘，只要村长给我批地，我便立马盖房子。还是你小子有福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不止媳妇儿有了，连宅基地也有了。我一会儿就去传话。沈大娘，那李彩儿的生辰八字可带来了？带来了，你有时间让人合一下八字。好，我会尽快去办的。不知这聘礼要怎么送？等纳吉换帖，便将聘礼送过去。至于送什么，还是要看自身的条件，到时候你婆婆会给你出主意的。行，到时再说。事情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你们着手准备便可，我先回去了。沈大娘说着便起身走了，于珊珊将她送出去，便又回了屋。说你有福气还真不假，不动不摇的便得了一块宅基地。我之所以有了这些，还不是你的功劳。这是你该得的，不然你有了那5万两，早就住上新房了。等新房盖好了，我们一家都搬过去。得了吧，我可不想做电灯泡。电灯泡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想做个多余碍事的人。你这新名词还真多。不过呢，你却不是那个碍事的人。桑战眸光柔和地说着，便将他扯进了怀里。于珊珊想推开他，桑战在他耳边低声道：难道我娶别的女人，你当真没有半点难过？没有，我替你开心还来不及啊。你这女人，我真想办了你。桑战说完，狠狠地便吻住了他的樱唇。于珊珊感受着小男人的怒气，便想推开他，可他刚一动，小男人便将他的胳膊放在了身后，人又被迫地贴近了他。桑战惩罚性地吻着她，让女人渐渐地软在了怀里，这才放开他。